大家千万不要忽略蓝光对皮肤的伤害，皮肤颜色越深，越容易长斑的人就越要注意。传统的防晒霜呢，更多是防紫外线，这两个有可能让皮肤变老变黑，最糟糕的是有可能导致皮肤癌，所以一定要防得很仔细。而波长更长的蓝光呢，也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可以造成皮肤老化，而且因为穿透力更强，产生的黑色素会更深，也更难清除。这一点对于长斑的人来说是非常不友好的。所以现在市面上你能看到很多的润色防晒或者是有色面霜，主要就是添加了氧化铁和大分子的二氧化钛来提高对于蓝光的防护。氧化铁呢是可以吸收蓝光的，护肤品或者是彩妆品里边最常见的就是这3种。二氧化钛呢，它在脸上会呈现一个比较明显的白色，它跟写在活性成分里边用作防晒剂的二氧化钛区别最大的地方就是分子会更大，对于蓝光的反射和散射会大大增强。氧化铁以及大分子的二氧化钛更常见的是在底妆产品，化妆是可以防蓝光的，但是因为很多人不化妆，所以把它们直接添加在防晒霜里边做成润色防晒其实是更实用的，而且防晒霜可以提供更全面的防护，也就省去了叠加的烦恼。我近几年呢也非常热衷于尝试各种润色防晒，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几款我比较常用的，全都是我自己买的，没有任何果，其中3个是纯物理的，一个是雾化结合，都添加了氧化铁，没有添加任何香精。第一个就是这款优色灵的纯物理防晒，添加了24%的氧化锌 ，SPF 是35，广谱不防水，适合日常来用。它只有这一个颜色，刚挤出来的膏体呢会显得有点暗，有点黄，但是上了脸以后呢，我觉得它没有很暗，跟皮肤融合的也很好。我自己的肤色和常用的粉底色号给大家放到这里做一个参考。肤色比我更白的，有可能会觉得它太深了，但整体来看呢，还是比较适合亚洲人的肤色。膏体看起来是有点厚重的，但上脸以后还是很好涂抹均匀的。它自己的定位呢是一个哑光的质感，在我脸上我觉得还是有一点光泽的，所以我习惯性的会在后面叠加一个粉饼，这样呢就非常哑光，非常好看了。气味很淡啊，完全可以接受。北美这边的一些平台上对它的负面评价最多的可能还是说它颜色太深了，另外呢就是说它这个泵头有的好像不太好挤，但整体上就论它的这个使用感受，我觉得是不会过分拔干，也不会过分油腻，干皮油皮都能尝试，但大油皮在天气比较热的情况下可能会有点 hold 不住。我目前呢还没有遇到过它跟其他护肤品打架搓泥的情况，用在眼周呢也没有辣眼或者是眼干的问题。如果满分是5分，我能给它4分。这个是在亚麻上买的，50毫升只要15美金，是今天所有防晒里边最划算的一个。但国内呢我暂时没有看到卖这款，北美的朋友可以试试看。第二个是来自 Supergoop 一个雾化结合的防晒， SPF 50 PA 4个加，防护力还是挺强的，但是不防水，所以户外运动可能不太适合。它是今年新出的，美国这边呢还挺火的。防蓝光的部分是二氧化钛和氧化铁，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一个叫做伊克多因，它是从处在极端环境中的微生物里边提取到的一个小分子物质，可以抵御包括蓝光在内的各种环境伤害，也算是这款产品主打的一个成分。色号选择呢是今天所有产品里边最多的一个，我当时是在网上盲选了14N，回来以后发现在我的脸上有点浅了，后面去店里边尝试了22W， 好像是更适合我，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它的质地是比较稀薄的，但是上脸以后呢竟然没有那么好推开，容易有一些脱痕，需要揉一会儿。用了几次以后呢，我发现它还是有点挑皮肤的，毛孔比较明显的地方它就有可能卡在里边形成白芝麻，用 A 醇难免偶尔会起点小皮，它也能给它放大。几个小时以后呢会觉得眼睛很干很不舒服。查看了一下成分表啊，发现它里边添加了膨润土，是可以吸油的。丝芙兰的负面评价里也普遍 diss 了它拔干的这个问题，所以干皮千万要绕道。我是一个偏油皮，也不是很喜欢。气味呢尚可以接受，价格有点高啊，35毫升要44美金，5分的满分我只能给它2.5分，个人应该是不会回购。大油皮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第3个是露得清的纯物理防晒 ，SPF 30，广谱防水80分钟。它的质地呢看起来跟 Supergoop 是比较相似的，流动性很大，但是它是比较水润的，不会拔干，完全
全没有卡毛孔或者是卡干皮的问题，最终呈现出来的也是偏哑光的不油腻的肤感。色号呢有4个，我选的是最浅的，在我的脸上呢稍微有点偏白，有一点提亮的效果。最大的槽点就是它的包装，瓶口啊非常容易漏，千万不要放包里。跪求品牌改良一下这个包装，因为我真的是很喜欢。打折的时候呢也只要不到20美金，气味呢可以接受，用在眼周呢也没有出现眼干熏眼的问题。国内某宝上好像是可以买到这款的，但是渠道呢可能需要自己鉴别一下。喜欢润色物理防晒的朋友可以试试看这款。5分的满分，我给它3.8分。有0.2分是扣在了它的包装上。第4个呢是 Epi-Once， 这个牌子可能很多人没听过。SPF 50，广谱防水80分钟，肤感是今天4个里边最丝滑的一个，因为硅的含量比较高。乍一看觉得挺厚重，但其实上脸还是很好涂抹均匀的，也不会油腻，出来的效果是比较哑光的。颜色上啊，明显要比优色林那款更偏橘偏粉一点，但上脸涂抹均匀以后好像还可以，是可以融入到我自己皮肤里的，而且可能是因为它颜色偏深，所以遮瑕力更好了，修饰毛孔的效果呢也不错。没用过的人可能会被它厚重的外表吓到，我建议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啊，你可以先上一层，等干一干，然后再上一层，这样更容易涂抹均匀。眼睛干的情况是有一点，但没有 Supergoop 那款那么可怕，尽量离眼睛周围远一点。洗的时候建议使用一个卸妆产品，我个人呢还是挺喜欢这款的。气味上呢会比刚刚几个稍微难闻一点，可能有朋友会介意这点。价格呢跟 Supergoop 那款差不多，但是容量比它多了15毫升。满分5分的话，我可以给它4分。国内某宝上竟然看到有带的，但渠道呢需要大家自己鉴别一下。我们日常提到防蓝光，主要还是指太阳里的蓝光，因为强度比较大。但电子设备以及家里边的灯也是有蓝光的。目前来看呢，它们对于皮肤的影响是比较小的。但是有一项关于黄褐斑的研究，发现室内的蓝光可能会和一些光敏源相互作用，导致斑点的加深。也就是说，低强度的蓝光单打独斗确实不能成气候，但是来一个帮手就不好说了。这个帮手就是光敏源。最常见的光敏源呢，就包括像精油，还有香精。如果你是容易长斑的人呢，避开这类型的成分是比较保险的。以上呢就是我对于蓝光防护的一点心得，4款润色防晒的总结呢，我也给大家放到这里。链接呢，我也会整理好放到信息栏。有任何问题呢，都欢迎留言。我之后呢，也会尝试更多的润色防晒和有色面霜。感兴趣的话，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如果觉得今天的视频有用呢，也请给我点个赞。感谢大家的支持，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